在 NBA 的歷史長河中，有人靠天賦統治天空，有人靠力量碾壓禁區，但有一個人身高僅僅183公分，體重不到75公斤，卻用傷痕累累的身體對抗着全世界的巨人。他是史上的叛逆者，他是費城的救世主，他是 Allen Iverson， 我們永遠的答案。南開高了，爽就站起來啦 OK， 各位朋友，大家好，是我你們的好朋友台灣爾南。有鑑於呢，我的頻道的觀眾大部分年齡層是比較輕的，有很多人可能都沒有看過 Allen Iverson 這個球員打球啊，甚至我在上一次的測試服的影片下方的留言呢，有一些人還對 Iverson 有一些錯誤的認知，所以今天就想要借由這部影片來帶各位好好的了解一下這位我們這個年代的傳奇球星 Allen Iverson。那如果你已經非常了解 Allen Iverson 這名球星的話呢，也可以在我這部影片呢小小的溫故知新一下哦。大部分的人認識 Iverson 呢，應該都是從籃球開始認識他的。但是 Iverson 的初戀呢，其實並不是籃球哦，而是美式足球。在 Bethel High School 的時候呢，他是全州最好的4分衛啊。大家現在看到這個片段是相當珍貴的，是他當時打橄欖球時候的畫面。但在那個時候呢，他不只是在打橄欖球，他同時呢也是籃球校隊的一員哦。所以嚴格來說，他是一個雙棲運動員。而且呢，因為他2個運動都打得超好，所以他是當州非常非常有名的風雲人物哦。很多人對於 Allen Iverson 的印象呢，可能會停留在他有一點類似美國8+9的形象。也確實，他在之前曾經有一段時間是被美國的法律所認定為他就是一個美國8+9。在1993年的情人節的時候，那個時候 Iverson 呢，他在一個保齡球館裡面跟一群好友一起打保齡球，結果因為他們這一群人講話的聲音有點大聲，被旁邊另外一群白人群體呢挑釁，接着呢雙方爆發嚴重的衝突哦。在這個衝突的當下呢，都是有監視器畫面錄到的。Iverson 的朋友都深知Iverson 的名氣之大，所以呢是極力避免讓他參與這場鬥爭。而當時的監視器畫面呢，也確實有錄到 Iverson 並沒有主動參與這場鬥爭，甚至是很早就離開了。但正所謂人怕出名豬怕肥啊，當時因為他是全場裡面呢唯一一個看到他就可以叫得出名字的人，所以他就直接被這個白人群體甚至是美國的司法體系定義為他就是一個暴力分子，導致他被判處15年監禁。正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完全是一個無辜的人，所以當州的州民呢就全部都壓起來了，甚至為了 Iverson 上街抗議啊。後來呢，由於州長特赦，再加上獄中表現良好，緩刑之後實際入獄只有4個月，在這4個月當中，他可以說是度日如年了。最後，雖然他是緩刑出獄了，重獲自由，但是這一刻，所有的獎學金消失了，所有的榮耀似乎都已經不重要了。原本的他受到各個名校邀請加入他們的橄欖球隊或者是籃球隊，但現在呢，一切都歸零了。Iverson 與 Iverson 的媽媽就想說，既然你不主動找我們，那麼我們就主動出擊吧。於是呢，他們就一個一個的向各個大學呢去毛遂自薦。但是礙於之前的這個暴力事件，導致所有的大學都不敢邀請他加入他們的球隊。最後呢，是拜托到 Georgetown 的 John Thompson 這名教練。起初呢，Thompson 教練也不是很願意接受 Iverson， 但是看見他媽媽這麼誠懇的拜托他，最後呢，Thompson 教練還是按下了同意那顆按鈕，接受了有這樣子前科背景的 Allen Iverson。而 Thompson 教練也向 Allen Iverson 的母親承諾，我會照顧好你的兒子。而 Iverson 也沒有讓 Thompson 教練失望，在 Georgetown 的2年，平均取得23分、4.6助攻和3.2個抄截，並且榮獲了94到95年大東區全年最佳新人，還有95到96的大東區全年最佳球員，還有95到96的 NCAA 全年最佳防守球員。要注意啊 ，Iverson 他絕對也不是如同大家所說的防守漏洞哦，他可是有拿過全年最佳防守球員的。那在 Georgetown 打完了這2年之後，為了改善家中的生計環境， Iverson 宣布在 Georgetown 的2年之後投入 NBA 的選秀大會。而在1996年的 NBA 選秀大會上， Allen Iverson 被費城七六人隊以第1輪第1順位選中，沒有錯，他是狀元，而他也成為了 NBA 史上最矮的選秀狀元。
歷史上這麼多狀元，為什麼這個狀元特別屌呢？我直接送名，告訴你那一年的選秀有誰，你就知道那年的選秀有多屌了。第4順位 Stephen Marbury， 第5順位 Ray Allen， 第13順位 Kobe Bryant， 第15順位 Steve Nash。 這個96黃金梯隊堪稱是 NBA 史上最多名人堂的選秀啊，而他身高僅僅有183公分，注意是官方登記，一定要強調，他憑什麼能夠成為這一屆選秀當中的狀元呢？首先從他的身體天賦來看，雖然他的身高只有183公分，但是他的臂展卻達到了 1.96 米哦，他的垂直彈跳可以達到110到114公分。光從這個數據上面來看，你就知道這個小個子絕對不是一個一般的小個子。除此之外，哪怕你只要現場看過他打任何一次球，你就會知道這一個人他的 crossover 有多麼的可怕，他的爆發力有多麼強，甚至他有一點是很多人都容易忽略的，就是他的體能有多誇張。他可以從比賽開始到結束48分鐘，在場上不停的無球跑動，尋找空檔，並且出手的時候呢，即使帶有身體對抗，他也絕對不退縮。要知道 Allen Iverson 他的生涯平均上場時間是41.12分鐘啊，他同时也是 NBA 歷史上均上场时间第4多的球员。他的打法跟一般的控卫或者是分卫是不太一樣的，甚至你可以说他有點超前时代。他会在球队的进攻当中加入大量的无球跑动，除了切入上篮就是他原本最大的杀招之外，无球跑动跑出控卫中投也是他不可小看的武器。所以大量的无球跑动，大量的对抗上篮，你就知道他需要多强大的体能来支撑他的进攻方式了。而剛進 NBA 不用多久，他馬上就打出了讓人印象深刻的表現，尤其是那個經典的戰役晃過上帝。時間在1997年的3月12號，76人對上公牛隊。當時的他在弧頂面對 Michael Jordan， 一次試探，2次變向，這個大幅度的 crossover 直接讓 Jordan 重心失衡。接下來 AI 跳投命中。這場比賽 Allen Iverson 獨砍37分，力壓 Michael Jordan 的23分。雖然最後公牛還是贏了，但是這也象徵着時代的交接，所有人都被這個小個子嚇到了。接下來的這幾年呢 ，Iverson 從他原本的控球後衛到 Larry Brown 上任之後呢，直接讓他開始打分位之後，他的平均得分直接暴漲，正式突破25大關。2000到01賽季甚至來到了31.1分，而也就在2000到2001年的那個賽季 ，Allen Iverson 領取到了他生涯的第一座 MVP 獎盃。時間來到01年的 NBA 季後賽，76人首先在第一輪面對印第安納溜馬隊，3-1把溜馬隊淘汰之後，接下來在第2輪面對多倫多暴龍，以及第3輪面對密爾瓦基公鹿隊，2個系列賽都血戰7場啊！在這個7場血戰之後呢 ，Iverson 滿身是傷，而才休息沒有多久之後，馬上就要面對的球隊是號稱 NBA 歷史上最強大的球隊之一，有着 OK 連線的洛杉磯湖人隊。要知道啊，當年的湖人隊是一路橫掃上來的啊！就在大家以為洛杉磯湖人隊即將成為歷史上唯一一個季後賽全勝奪冠的球隊的時候，這個時候 Allen Iverson 跳出來告訴所有人說：“我不同意，神也是會流血的。”而這場戰役啊，當年我有幸看着電視台的現場直播。我們這個千禧世代的人為什麼這麼愛 Iverson？ 99% 的人可能都是因為看過了他這一場戰役之後呢，就徹底愛上了這一個滿身刺青的小伙子。時間來到2001年 NBA Finals Game 1， 地點就在洛杉磯湖人的主場。在這場比賽開始前，我們來看看 Iverson 他現在所有的傷勢包含哪一些：右大腿挫傷、右膝扭傷、左腳踝扭傷、右腳趾發炎、右髖部挫傷、左髖骨棘挫傷、右肩半脫位、左膝挫傷、尾椎挫傷、右手肘滑囊炎、左手拇指扭傷。說真的，一般人如果有着這些傷勢，現在不是應該在球場上，而是應該要在醫院裡啊。但他不一樣，他
他是 Allen Iverson。比賽就在這樣的逆境之下揭開了序幕。比賽的一開始，湖人隊因為休息了很長一段時間，所以大概呢也花了很多時間在觀看76人與其他隊伍的比賽的錄像帶，所以他們很清楚的知道要如何來守死 Allen Iverson。而 Mutombo 又完全拿大鯊魚沒有辦法，在第一節的一開始，甚至就打了一波16-0的高潮。在這看似絕望的當下， Iverson 用一記跳投打開了反攻的號角。第一節結束的時候，比數是22-23，76人僅僅落後1分而已。在第二節與第三節， Iverson 開啟了瘋狂的砍分模式。到第三節結束的時候，他已經一個人砍了38分。而這一場，湖人的當家 Kobe Bryant 手感反而不是很好，半場只砍了4分，第三節也只拿了5分。截至第三節結束的時候，他總共才拿了9分吶。不過好在第三節大鯊魚跳了出來，直接一個人單節拿了18分。Mutombo 是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啊！截至目前為止 ，Iverson 的得分是全場最高，基本上在這個比賽當中，你可以直接說是沒有人可以守得住他。這個時候，湖人隊做了一個相當大膽的決策，他把 Tyronn Lue 換了上來，打算打一個騎兵來看看有沒有辦法守住 Allen Iverson。而這個騎兵也確實起了奇效，他讓原本火力十足的 Allen Iverson 在第三節的時候只拿了8分，不只是在 Iverson 持球的時候給予他十足的干擾，就連他在無球跑動的時候呢，也是跟他跟得死死的。Iverson 到哪，路人就在哪。而這樣子的強力嚴重干擾呢，第四節是持續了整節啊。在第四節整節當中 ，Iverson 只拿了3分。整個第四節 field goal 5投1中，整節唯一進的一球就是一個關鍵的3分球。而在這一節當中呢，Tyronn Lue 可以說是搶盡了風頭啊。全場2投2中，其中包含了1記2分球以及1記3分球。所以，如果我是 Tyronn Lue， 我可以吹說，在當時 NBA Finals Game 1的第4節，我是比戰神還要更強的存在。這樣講是確實一點都沒有錯的。最後，在第4節的關鍵時刻 ，Mutombo 搶下了一個至關重要的進攻籃板，並且被對面的 Robert Horry 犯了規。進入加罰狀態下 ，Mutombo 獲得了2罰的機會，原本可以直接用罰球帶走比賽，結果這個時候 Mutombo 關鍵2罰沒進，比賽至此被拖入延長賽。到了延長賽 ，OK 連線終於醒了，在比賽的一開始打出了一波5-0的小高潮，比數來到99-94分。在这個比賽的關鍵時刻 ，Lue 呢這個時候就飄起來了。自己嘗試了一個持球突破進去，上籃沒中，而且整個人倒在地上。76人這邊搶下籃板之後，直接把球拋給 Iverson， 在沒有了 Tyronn Lue 的干擾之後，直接乾拔了一個空位3分球命中。比賽剩下1分鐘的時間 ，Raja Bell 帶球到前場之後，分球給了底角的 Allen Iverson。這個時候依然是 Lue 在對位 Iverson。Iverson 在用了幾個試探步之後，接着往右邁出一大步，接着回來一個 crossover fade away 球進。接下來就是經典的一幕，傳說中的胯下之路。這個動作本來是一個極其羞辱的動作，但是由 Allen Iverson 做起來，一切又似乎好像那麼的合理，對吧？而這一球也是至今被所有戰神迷傳唱至今的驚天一胯。後人曾經有人想要試着模仿，但是呢，畫虎不成反類犬，可憐吶。而且萬一你沒有模仿好，那結局可能會長得不太一樣。在這個關鍵的延長賽當中 ，Allen Iverson 自己就獨得了7分，一樣是全場最高。對面的 Kobe 和 Shaq 加起來得分也是剛剛好7分。所以在這一場戰役當中，你可以說 AI 它真的是開啟了殺神模式啊！雖然最後的結局我們都已經知道了，洛杉磯湖人直接連勝4場，拿下了2000到2001年的冠軍。但是就在這個第5戰奪冠之前呢 ，Iverson 被換下去之後，一個人坐在板凳席上。這個時候，湖人隊主場的所有球迷全部一起站起來，為這個戰神鼓掌，高喊 MVP。就這樣子，2001年的 NBA 賽季結束了，76人的奪冠夢碎。但是在這一刻 ，Iverson 贏得了全世界所有籃球迷的尊重。他讓全世界的籃球迷知道，神也是會流血的。而 Iverson 的影響力呢，遠遠不止於在球場上，甚至他對文化也是有着強大的衝擊力。我還記得當時我們一堆 AI 的球迷都穿那種超大的嘻哈裝、超垮的垮褲，然後超大的球鞋。而美國當地也有很多的街頭孩子們去模仿他的那種地溝頭和袖套，一堆球場裝備歌，我相信也都是參考 Allen Iverson 的裝備的啦。也告訴了我們，籃球不只是巨人的運動，偶爾也是會有像他這樣子的小巨人出現的。有人說他打
打球太毒，有人說他桀驁不馴，但他每一晚都把靈魂留在球場上。他是 NBA 歷史上同等體重下最強的球員。他讓我們相信，即使被世界誤解，即使身材矮小，只要心足夠大，你就能夠成為小巨人。好了，看完今天這部影片，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樣，準備好用 Allen Iverson 在街球場上大殺四方了呢？先不管強還是弱，光是情懷就足以讓我直接爆抽一件專屬球衣來收藏。全明星街球派对當中的 Allen Iverson 有多還原呢？讓我們直接用遊戲當中的 Iverson 來重現晃過上帝的那個經典橋段吧。我們首先球在左手，接着我直接按2下突破键，不帶方向键，它就會直接被我晃到天邊去，然後來個 fadeaway 出手進，哇，真的是帥啊！當然也不要忘記它的超大幅度晃動 crossover 啊，每一招看起來都超級帥啊，有沒有？哇，天哪，這個真的看起來有夠帥，這個才是真的1比1的還原 Allen Iverson 啊！我們在港香紅1月28號開始，你只要在第三方平台儲值任意金額，你就可以拿到禮包碼來兌換超特別的煙火噴漆。之外呢，在此先預祝各位新年快樂啦！小道消息，聽說官方準備了一系列的活動，還有全新的時裝即將登場。到時候會有什麼樣的活動內容，詳情請見臉書官網。還有最重要的，全明星街球派對即將開始抖音的創作投稿活動啦！投稿辦法是，你只要創作一支跟 Allen Iverson 有關的影片，並且上傳時請加入以下話題標籤 #全明星街球派對 #一球封神 Who am I， 還有最後一個 #戰神御馬過年關。詳情活動辦法一樣，參考全明星街球派對的臉書官方網站哦。那今天這部影片，我礙於時間篇幅的關係，我並沒有辦法把很多細節講得非常的清楚哦。不過，如果看了我今天這部影片，能夠讓你對 Allen Iverson 這一個球星感到有一點點的好奇心，並且主動去上網搜尋他的話呢，那麼這就是我今天這部影片的小小成功啦。好了，那麼今天這部特別的影片就到此告一個段落啦，感謝各位朋友的收看，我是譚婉南，我們下部影片見，大家拜。